美女醉酒后醒来，发现旁边躺着一位高大帅气的男士，她却出奇的平静，心里反倒有些小高兴。女主角名叫小美，是标准的职场打工人，她在一家销售酒店用品的公司工作，她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回家，家里乱得就像猪圈一样，一大早就得起床，午饭只能在工位上草草解决，忙起来连续3顿饭都顾不上好好吃。同事的活儿她总是乐意帮忙，这让她总有完成不了的工作，但小美却乐在其中，她觉得自己能为公司创造价值，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十分充实，甚至加班加到领导都催她回家，因为她加班的时间都快超标了。被领导催回家的小美竟还抱怨公司制度改革，她宁愿留在工位上，把自己的价值燃烧到尽头。小美有一个帅气的上司，是部长，他是那种每天必须准时下班的人。小美心里对这位部长颇有微词，觉得他明明是领导，却不想为下属多劳动。但事实上部长也看不起小美，认为她工作效率不高。但小美并不认为社畜是个负面词，她反而很喜欢这个称号。其实部长一开始并非如此，小美刚入职时，部长是负责培训她的人，那时部长总是干劲满满，和小美一起努力工作。但有一天部长突然被调到总务部门，升职后就成了那种准时下班的人。他很好奇部长急着回家都去做些什么，据了解他单身，也没有家庭要照顾。其实部长回家后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自己做点美食，为了第二天能更好的工作，他会确保在11点前睡觉。小美难得能早点回家休息，却辗转反侧睡不好，第二天就没精打采，真是恶性循环。今晚公司要举办年会，小美和部长是同桌办公，同事偷偷在小美的乌龙茶里掺了酒，她不知不觉喝多了，趁着酒意对部长的不满全都说了出来。她对部长有意见，她每天把还在加班的下属丢下，自己先走了。部长却给她解释，熬夜加班并不代表你在努力，长时间加班实际上是一种很糟糕的行为。他坚信工作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准时下班。而小美的加班时长早已超出了劳动法的规定，公司里谁都知道这一点，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不下。年终聚会结束后，小美仍然在跟部长争执不休，他们俩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他们甚至去酒吧继续争辩。第二天，小美在酒店的床上醒来，旁边躺的不出所料是光着身子的部长。原来昨晚喝多了的小美含糊其辞地跟部长说出了心声，她虽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却依然感到内心空虚。部长说要给她带来点刺激，结果的确刺激得很，没想到部长在私下里这么温柔体贴。小美回忆着昨晚被部长温柔环绕的夜晚，羞涩地紧裹着被子，感到部长就要醒来，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趁部长醒来之前匆忙逃离了现场。回到家，她仍然回味无穷，沉浸在昨晚的温存之中。小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那个在公司与她针锋相对的部长竟然和自己发生了那样的事。小美恍然大悟，天哪，她可能真的喜欢上了部长。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但那颤动的心跳是掩饰不了的。她满脸傻笑地赶去上班，却在半路遇到了部长。小美乖巧地跟着走，但部长的态度严肃，他暗示小美要成熟地处理昨晚发生的事。部长的潜台词是，成人之间的一夜情就像吃顿普通的饭，因此不会对他负责任，也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部长虽未明言，但显然是这个意思。心头触动的小美却不断摇头，显然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在部长看来，成年人之间的一夜情就如同日常的用餐一般平常，因此不会对他承担任何责任。别让旁人知道这事，小美只得无奈去上班。她一整天心不在焉，脑子里不停地回放着和部长的缠绵画面。同事见她懒洋洋地趴桌子上，还误以为她宿醉尚未醒，便递给她一瓶解酒的药。小美很是感激这位善心同事，其实害她昨晚喝多的正是这位同事。这位是小美的小师妹，还是个实习生。小美左思右想，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部长。她虽然已经成年，但对一夜情还真是头一遭。同事们还是老样子，把本该自己做的活塞给小美。心里虽然百转千回，工作还得继续。小美抽屉里掏出她的加油棒、能量巧克力，进入了工作状态。没想到隔壁那位男同事也喜欢吃这能量棒，他工作特别给力，别人好几趟都没谈成的生意，他一趟就搞定签约。其他同事都想搭上这条顺风车，他却觉得这些无用同事特烦人。男同事打发掉他们后，吃了块能量棒，进入了高效工作模式。实习生来请教小美合同的事，小美直接就说帮他弄，这种好事儿别人自然乐得接受。不一会儿，另一位前辈又安排了实习生一项整理资料的任务，实习生便和小美说，他父母今晚从老家来看他，所以今天他不得不准时下班，可他没法完成这堆资料。小美爽快地答应帮他完成，别的同事都已经下班，只有小美还在坚持加班。她不停自我鼓劲，告诉自己快完成了。当她把文件整理好放在实习生桌上时，发现实习生自己完成的部分出错了，这样提交上去的话，实习生肯定会受批评。这时候人事部的领导催小美赶紧下班，她只得偷偷把文件塞进包里，打算回家帮实习生修改。谁料出门正巧碰上也在加班的部长，小美被吓得一个劲儿往后挪，她的包一翻，文件掉了一地。
公司明文规定，严禁带合同出公司。小美心里慌成一团，一时语塞。人事领导这时出来和部长聊天，幸亏部长没揭发他，部长说会为他保密，不过条件是他得陪他回家。小美脑子里想象着可能会发生的事，想着到了部长家会不会有不轨，谁知道部长是真心帮他一起做合同，部长还动用职权申请了带合同出去的权限，这样小美带合同出来就变得合法合规，两个人并肩作战。使小美回想起以前和部长同在一个部门共同奋战的时光，她不禁感慨，能这么高效地完成工作，全赖部长的悉心指导。快完成合同的时候，小美在工作群里看到实习生发的照片，实习生其实是去看演唱会了。实习生意识到发错群后赶紧撤回照片，但小美心里还是感到失落。工作告一段落后，部长还准备了食物给小美，体贴地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小美心情复杂，她早就感觉到实习生可能在说谎，即便实习生直说要去演唱会，小美也不会介意帮他，他们的座位很近，经常一起工作一起聊天。小美伤心的是，实习生利用了她的好心，却没告诉她真相。部长摸了摸她的头，他觉得小美非常温柔，换做别人遭此遇见这种情况肯定会愤怒，他却只是难过。聊天间小美才发现没电车可坐了，只好在部长家过夜。部长家只有一张床，两人最终还是同床共枕。小美不禁想，部长是不是经常带女人回家，忍不住这么吐槽。部长伸手安慰地抚摸她的肩膀，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合适，毕竟今天加班到很晚。于是部长又躺回原位。小美还特别跟部长说了些什么，她回忆自己学生时代是排球队的一员，对自己的体能还是挺有信心的。然后他们开始了难以言表的激情，小美感到惊讶，没想到自己会主动陷入这样的关系。第二天醒来，部长已经准备好了美味的早饭，他穿着部长的大号卫衣，享用着充满爱意的早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甜蜜。部长还精心为她榨了养颜美容的果汁。小美不小心把食物弄到了嘴角，部长下意识帮她擦拭掉。这一幕温柔的笑容让小美心动。要说他们仅仅是一夜情，我是不信的。部长发了一封他真实的邮件给小美，邮件内容堪比一份销售宝典，是他在营业部时整理的，其中许多知识至今仍然实用。小美感到既惊又喜，她忍不住又问部长，我们这是什么关系？部长反问她，这不很明显吗？小美仔细一看，部长的脸上似乎写着非一般的关系。小美突然觉得自己又多心了，她万万没想到，在部长眼中他们早就是情侣了。由于是从肉体关系起步，所以她羞于开口承认。小美身着她的衣服的模样实在是萌态十足。小美离开后，她自言自语，感慨自己的爱情终于起航了。看似严肃的部长也有他的少年时期，他们对彼此的关系理解并不同步，难怪总是有跨界的对话。回到公司之后，实习生总是忐忑地看着小美，因为他昨天其实去了演唱会，却对小美撒了谎。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询问小美是否看到了他的演唱会照片。小美看着他愧疚的样子，没有责怪他，只说下次有事可以坦白说，不必隐瞒，我还是会伸出援手的。实习生忍不住夸她是总是乐于助人的小美，谁知公司里的同事暗地里都说小美总是乐于助人，他们一有难搞的工作就甩给小美，然后自己就准时收工。小美偶尔听到同事们这样说自己，心里不免有些难过，她也开始思考自己和部长的关系，越想越觉得自己太不挑剔了。这时候领导催实习生交文件，更坏的是实习生记错了文件的提交日期，所以压根还没开始做，而文件在1个小时后就需要用到。实习生下意识地看向小美，领导也跟着求助于小美。小美心里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说不，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他人只会觉得你啥都接受，可是说出口的却是行。部长在旁边听到同事说小美愿意帮忙的事，他不由得有些担心，难道他跟我在一起也是因为不会拒绝吗？他急忙开始跟同事讨论男女关系的问题，同事们都偷偷地竖起耳朵围观。另一边，小美先是安慰了一下焦虑的实习生，并告诉他怎么着手处理。可时间紧迫，这次连小美也慌了。最糟糕的是她的能量棒也吃完了。小美感到束手无策时，她发现了部长发的那封珍贵邮件，里面写的内容帮小美顺利跟合作方将需要用到这份文件的会谈推迟到了明天。其他的事情小美也和实习生一起一一解决。部长那边也在反思和小美的关系，他回想起来，小美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还在同一个部门，小美是他手下的新人，从那时起就经常有同事把工作推给他，他都接受了。起初部长以为小美只是性格好，所以总是被人利用，但后来他意识到，实际上小美有自己的考虑。部长看不下去了，就告诉小美这样会让人得寸进尺。小美认为这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好方法。经过共同努力，小美和实习生解决了危机。领导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实习生，对小美伸出援手表示感谢。事情结束后，他们一起坐下来享用点心。实习生坦诚地表达了希望小美能多指导他，教人钓鱼总比给人鱼好。他原本只想学习小美的方法，但小美总是直接帮他完成工作，
时间久了，他对工作也就草率应付了。请别把自己的懒归咎于别人。这么说听起来倒挺高尚的。实习生误以为小美不愿意教，小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向实习生道了歉。之后他们互相分享了点心，这也算是和解了。仿佛在梦中，小美似乎看到实习生脸上的感激，她心里顿时觉得宽慰。下班时，小美又遇到了部长。奇怪，他不是不加班吗？难道最近是在故意等他吗？他们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部长很高兴小美完成了任务。小美立刻心情大好，她说是部长给的资料帮了大忙。小美其实已经发现了，那封宝贝邮件根本不是几年前的旧邮件，里头的资料还在不断更新。果不其然，部长是昨晚偷偷工作完善了文件。小美再次衷心感谢部长的宝贵帮助，部长轻抚她的头作为回应，并告诉她，她的乐于助人不是因为脾气好，求助于别人是经过小美深思熟虑的决定。部长这么说，是因为他已经想清楚了，小美之所以对他不是来者不拒，是因为他喜欢他。部长鼓起勇气邀请小美去吃饭，他内心期待之后能牵着她的手去散步，做恋人间的浪漫事情。想到这，部长都快乐出声了，但小美拒绝了，部长只能在原地自我怀疑。他感到郁闷，开始用工作上的技能分析原因，思考自己为什么被拒绝。部长首先想到的理由是，或许是小美感到太累了。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毕竟在前几天的公司聚餐上，总务部的领导也提醒过小美，告诉她加班时间快要超标了。部长因此还和小美有过一番较量，一个是加班达人，一个是准时下班的典范。他们两个第一次有了深入交流，正是在那次聚餐。然后在第二天，小美为了帮助同事处理文件，被部长带回家加班。两人通宵达旦的工作，工作之余又产生了些不可言说的事情。但突然想到，小美曾自信地说过她体力很好，而且在随后的工作中，她确实表现出了旺盛的精力，所以小美因为疲累而拒绝她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部长又开始考虑是不是小美有其他的计划，可能她去看电影了。但是今天是周四，女孩子们如果要一起看电影，通常会选择周三的半价票。看来邀约小美的不太可能是女性朋友。部长强迫自己冷静思考，继而分析了其他的可能性。可能她根本就不饿，但这也说不通。她今天忙着帮实习生处理问题，连饭都没好好吃过，怎么可能不感到饥饿呢？就这样，本来有自律早睡习惯的部长，却因为想弄清楚小美为何拒绝他的晚餐邀请，一直胡思乱想到了深夜，列举了超过20个可能的原因。例如，他累积了很多衣服需要洗，明天是垃圾收集日，家里有宠物需要照顾，这些不太可能的原因他都考虑过了。最后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难道他只是对他的外表感兴趣？部长这样的突然转变也太让人意外了。小美完全没想到，他一直想念的部长也在为他的事情烦恼。其实小美只是直接回家做了饭，不出所料，他做的饭菜味道平平，这让他更加怀念部长做的美食。小美只是不想随叫随到而已，加之他还想提高自己的烹饪技术，正是因此他才拒绝了部长的邀请。他希望能成为配得上部长的女友，所以他想要提升自我修养。不过小美很快意识到，自己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兴趣。看同事们谈论自己的爱好时，那种兴致勃勃的模样让他羡慕不已。那一天，他被领导派出去办事，办完事后，领导允许他提前下班，可小美却发现除了回公司，竟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她思考良久，决定去逛逛商场。同时，部长从年轻人那里得知，当下的年轻女孩都喜欢看动漫，如果他一无所知，就无法跟年轻女孩找到共同话题。刚开始部长并不在意，但他后来发现，连同龄的总务部长都知道当下流行动漫的故事。小美在街头寻找自己可能喜欢的爱好，她考虑去看电影。她上次去电影院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尝试做烘焙，可不行，那些人看起来技艺太娴熟了。尝试学跳舞，但那实在太难了。她想，不如学习电脑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吧。再一想，这似乎也不合适。小美就这么无目的地闲逛到了天黑。她坐在路边，看着那些充满活力的路人，眼中满是羡慕。大家下了班，都有自己的去处，而她除了工作，好像什么都不会。即便是回家，也只有她一人。小美突然感到一阵孤独。这时，一个男子走过来搭讪，一开口就想要和她交往，这人也太直接了吧。小美一瞬间还以为是部长在向她告白，清醒过来才发现是个不认识的男子。她又想起自己和部长仅仅是成年人之间的肉体关系，她感到很沮丧。那个猥琐男抓住小美就想走，小美无法反抗，张口想喊，却发现周围没有人。猥琐男变得更加大胆，小美感到恐惧。这时部长出现了，英勇地把小美保护在自己身后，严厉地斥责那个猥琐男。把猥琐男赶走后，部长询问小美为何会在此。小美解释了自己提前下班的情况，还说本来打算去看电影。部长心里大叫，为什么不叫上我？转念又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毕竟我们只是有肉体关系。小美好奇部长为何会在这里，部长说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但谁会信呢？这都过了下班时间，而你是出了名的不加班的部长。果不其然，
最近加班的日子总能遇到部长，原来是他故意在等小美，但害羞的部长不愿直接表白，对他来说这太过肉麻。小美望着眼前高大英俊的男人，心想如果能跟他在一起多好，得多幸福啊。只是他只敢心里默默想，觉得自己配不上部长，自认为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女人。没料到下一秒部长突然转身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小美愣住了，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小心翼翼地追问部长，部长却认为他是个努力到变成工作狂的人。部长再三询问小美是否愿意和他在一起，小美终于含泪点头同意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期待着的幻想竟然成了现实。同时画面切换到远在大阪出差的男子，正是之前出现过的男子，和小美一样喜欢吃巧克力棒。他的女友质问他为何不带他见家长，男子不要脸地说，因为他只是他在大阪的女友，暗示着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在当地找一个女友。女友给了他一耳光后就走了，男子没有追去，心里竟感到一种解脱。他回到办公室，掏出一根巧克力，沉浸在加班的小确幸中，心想小美是否也在加班。这个男子可能是部长不为人知的情敌。小美和部长手拉手走着，他感受到部长手掌的温度。部长聊起了办公室里大家都在谈论的动画，小美显得一头雾水。部长心里窃喜，他也不追动画。小美好奇他们要去哪，跟着走，却发现来到了情侣酒店门前。小美立刻不高兴了，这是要维持肉体关系的暗示吗？不是说要认真交往吗？部长却继续牵着她往前走，好像不接受反对。小美果断甩开部长的手，拒绝继续前行。她借口时间紧，部长却说很快就搞定，不待她同意，又拉着她走。经过情侣酒店，部长却没停下来，原来小美误会了，她只是想走近路。最终来到一家餐具店，部长请小美帮忙选杯子，小美根据部长的风格挑选有设计感的杯子，部长却挑了个小熊图案的可爱杯子。想象一下真是不搭，看来部长喜欢可爱风格，这种反差萌很吸引人。最后部长买下了小美挑的格子款杯子，尽管价格不菲，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付款了。买完之后，部长带小美回了自己家，卷起袖子准备做饭。小美傻眼地看着这位成熟帅气的男人做饭。不久部长便做好了一桌佳肴，小美称赞他做饭手艺好。部长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喜滋滋的。他之前还担心小美会不愿来，刚才小美夸他的手表好看时，他也是乐开了花。小美也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视为部长随叫随到的女人，而部长也在担心小美是否也将他视作随叫随到的男人。部长前一天还制定了计划，想要摆脱这个不好的头衔。原来今天带小美挑杯子和为她烹饪美食都是为了赢得她的心。目前来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晚餐后，部长用小美选的杯子为她泡了咖啡，还专门强调那是小美在他家的专用杯子。部长原本有些担心这会给小美造成压力，但看到她很开心，他这才放下心来。小美一边喝咖啡一边暗自决定，喝完后就回家，绝不与他发生什么。巧合的是，部长计划的第3步并不包括发生关系，而是直接送小美回家。但结果出人意料，他们最终还是一起过夜了。两人都有些郁闷，同事们嘲笑说谁也隐藏不了办公室恋情。部长以为他们发现了自己和小美的事，正想坦白，却发现他们说的是别的同事。部长紧张有自己的原因。3年前销售部发生了著名的唐波事件，一对销售员和助理坠入爱河，他们成了公司内公认的一对，大家都很支持他们。结果他们最终分手，这对他们共同负责的唐波度假村项目造成了巨大影响。唐波集团也因此与公司解约。这场闹剧让公司损失了至少1亿日元。当年销售部的年终奖泡汤，大家对两人十分愤怒，批评他们的办公室恋情。自那以后，大家都小心地隐瞒自己的办公室恋情，不再公开的展示。不常回家后立即拟定了一份公司恋情保密计划。第1条就是禁止公开约会，第2条禁止秀恩爱，比如情侣手机壳也不行，只能偶尔悄悄交流几句。部长写完计划后，看到小美吃得津津有味，心里感到很满足，显然是成功抓住了她的胃。小美提到办公室有人要结婚，说完后她立刻后悔，怕部长误会她急着结婚。这次吃完饭，小美就拿起衣服准备回家，她决定这次一定要直接回家，但部长不同意她走。小美心想她是不是只对她的身体感兴趣，部长其实只是想让她多留一会。冰箱里还藏着她昨天准备好的法式苹果塔，部长正打算拿甜点给小美品尝，然后借机向她认真表白。谁知道自己心中乱想的小美已经在内心判定部长有罪。小美站起身准备离去，表示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关系。部长突然慌张起来，急忙去阻止她。他们推搡之间撞倒了柜子上的咖啡。小美感到疑惑，不明白部长为何买那么多罐装咖啡却不喝。原来是小美每次加班后和部长的偶遇都是部长故意安排的。那些罐装咖啡是部长为了等她下班傻站在自动贩卖机前买的，因为他不好意思光明正大的等她。部长觉得这样做会害羞。这时小美才明白，部长一直都在等她。小美被这份坚持感动得哭了。部
部长走上前把她紧紧拥抱，小美感慨万千。拥抱之后，部长拿出露营装备，带小美在阳台露营。他们一起享受美味的苹果塔。原来露营是部长的爱好，只是因为工作没时间去。小美开始感到，部长虽喜欢孤独，但也在尽力为两人创造温馨空间。此刻的小美觉得很幸福。部长趁机提议说想下周约小美去露营，没想到小美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原因竟然是下个星期就是新月份的开始，加班时间将重新计算。她作为一个职场人又可以开始加班了，这让部长感到很无奈。部长当时就愣住了。事后小美也觉得非常后悔，都怪她下意识的社畜反应。小美还没来得及沮丧，同事们像往常一样把没完成的工作丢给她，小美还是老样子，任务一个不落的接了下来。看她满腔热忱的模样，今天她还是那个精力充沛的职场人。部长被小美直接拒绝后感到不好过，他感到非常难过，甚至连午餐都提不起胃口。想来想去，部长决定分析为什么会被拒绝。部长首先怀疑小美可能不是真的喜欢他，但转念一想，小美在拒绝他的同时还提出要留宿，还说最喜欢的是他，这逻辑说不通。经过一番思考，部长排除了这种可能。然后部长又想，可能小美不喜欢露营，但细想她的表现，她似乎很享受露营。最后部长得出结论，自己和露营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工作在小美心中的位置。这番分析对部长帮助很大，他很快接受现实并制定了应对计划。那天下班后，小美又如预期的加班。她先去自动售货机那里看看部长在不在。部长当然按时下班在那里等她了，但现在他觉得没资格见小美，所以躲起来了。部长心里发誓，要让自己在小美心中超越工作的重要性。部长的老问题又犯了，实际上小美很想见到他，没见到部长，小美感到失落。此时人事部长又开始注意小美了，他说，你不会是加班时间刚清零就又要加班吧？他接着说，最近注意到小美和部长走得很近，小美和部长一起去买杯子被他看到了。人事部长担心小美会影响部长，因为部长以前是个工作狂，在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很辛苦，许多下属因此离开，所以人事部长警惕小美和部长走得太近，担心历史重演。小美和人事部长谈过后又产生了误会，她误会了，以为部长不等她是因为厌恶她爱加班的性格。部长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急切地想找出能吸引小美的点子，但不管是看电影还是逛美术馆，似乎都不太能引起小美的兴趣，这让部长感到挫败。现在的部长一人独处时，总会因为小美而心烦。曾经他是多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小美收到部长发来的问候短信，工作辛苦了。他脱口出的回复，不辛苦，周末我也准备加班。话一出口，小美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常说这种话会让不爱加班的部长讨厌的。幸好部长没生气，反而鼓励他。小美瞬间精神焕发。第二天从同事闲聊中，小美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跟部长热恋中。部长之所以满怀期待地邀请她露营，小美暗下决心，今天一定要准时下班。但营销部长的一番话，他们追了很久的新日酒店项目被出差在大阪的同事谈成了。那位也爱吃巧克力棒的同事，我们且称他为阿伟。营销部长宣布，周末全体营销部成员需加班。这次连人事部长都异常地鼓励大家加班，因为这个项目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小美内心非常郁闷，好不容易决定准时下班，却要加班，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了。自从新日酒店项目开始，小美已连续加班10天，没能见到部长。部长家中专属于小美的咖啡杯静静地放着，想着部长的小美收到部长发来的短信，部长说周五要做顿好吃的安慰劳累的小美，邀请她到家里享用烤牛肉。这短信比巧克力棒还有效，小美立刻精力充沛，加速完成工作。转眼周五到了，领导带着方案去和甲方谈合作，小美也能难得的准时下班。这天部长特地请了半天假，提前回家准备晚餐。小美正准备去部长家的路上，负责谈判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资料忘了带，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这会儿打车过去肯定会遇到堵车。小美二话没说就拿上资料，骑上自行车去了，因为她清楚，资料若是送不及时，大家辛苦的工作就都白费了。这边真想吐槽一句，你不是有约会吗，姐姐？小美匆匆忙忙的，路上还摔了一跤，她精心准备的红酒也摔碎了，膝盖也磕破了。这时候同事才来电说资料已经通过邮件发过去了。小美累得直接回家了，她很自责，本来一封电子邮件就能搞定，她却连这样简单的判断都没做到，还傻乎乎的跑去送资料。部长发信息说会等她，小美却回了一句不能去了。她以为部长肯定讨厌她了，就这样决定就地和部长说再见。这是什么奇怪的思维和做法呀？真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按了门铃，是部长来了。他利用职权查到小美住呢，直接过来了。部长没有责怪他，反而很关心地查看她的伤势。部长用额头贴近小美，感受她的体温，发现她发烧了。小美委屈地说自己真是一事无成，总是在白忙一场的社畜。部长并不是在同情她，你确实是标准的社畜，这些都是你自找的。部长随后告诉小美，
要想成为一个健康的社畜，就应该搬来和他一起住。原来这是部长的计划。为了支持社畜的小美，小美当场傻眼了。本来以为自己要被分手，却得到了同居的邀请。另一边，阿伟也提着行李箱回来了。看样子他和小美之间有不简单的过去。面对突然的同居提议，小美的本能反应是拒绝，但最后小美还是跟着部长回了他的家，而且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行李。部长贴心地准备了晚餐，还温柔地陪着他吃完了饭。小美又一次确认，这算不算是同居？部长认为先一起住着试试，具体的事以后再说，就是暂时同居的意思了。看着小美的可爱模样，部长忍不住吻了她一下，这吻代表着是同居的开始。他想要继续更进一步，但突然想到他要支持小美作为社畜好好工作，不能让她太累。所以这次他和小美出乎意料的没有更进一步，他们还达成了共识，以后每周只那个一次。在部长的陪伴下，小美安心睡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部长还为小美准备了爱心便当。他认为午餐是影响下午工作的重要能量来源。以前小美总是随便应付，现在既然住在一起了，部长要小美给他起个昵称，不用再叫他部长，太生分了。部长还给了小美一把家门钥匙，之后他说自己要先去上班了。他们公司不太欢迎办公室恋情，没想到部长没走，而是躲在门外的灌木丛里。看到小美很喜欢他做的便当，他高兴的几乎要飞起来了。小美一到公司，发现同事们都在看他，他心里一紧，还以为自己跟部长同居的事被人知道了，结果大家是在看他后面的阿伟。阿伟和小美一样，也是个社畜，他出差去了大阪很久，昨天才回来。他给大家带了礼物，他一回来，部门气氛立刻活跃了，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发完礼物，阿伟就开始和小美聊天，两人的话题有点暧昧。原来他们以前是志趣相投的工作搭档，还互相取了贴心的昵称。他们聊得笑声连连，部长却板着脸打断了他们，不清楚是不是在搞小动作。部长给阿伟堆了一大堆工作，小美开始吃部长准备的便当，阿伟自然而然地坐到了他旁边。他们继续愉快地聊天，小美这才知道阿伟昨晚也来过他家楼下，她心里有些不安。想到那个时间，部长已经在他家里了，幸好阿伟没有真的上楼敲门，而部长在一旁暗中和小美用情侣杯喝水。他很介意阿伟的出现，甚至饭也吃不下。阿伟好奇小美怎么开始带便当了，小美有点慌，她不能说是部长做的，只好撒谎说是因为阿伟不在，她的女性魅力提升了。阿伟趁机偷吃了她的便当，小美并不介意，她还好奇阿伟在大阪的故事。在另一边，部长听到同事们闲聊，说小美和阿伟挺配，因为他们都是工作狂，但有传言阿伟的私生活复杂，他工作能力强，长得也帅，应该很受欢迎。偷听的部长突然感到了危机。后来一家杂志社来采访，他们要做团队合作的专题，同事们推荐小美和阿伟接受采访。小美开始还有点得意，但看到阿伟也在，就放心了。她不懂为什么部长也在场，部长心里也不爽，为什么阿伟会在这？他本以为采访的是他和小美，结果小美和阿伟当着他的面秀起了他们一起工作的美好记忆。两人互称昵称，说起一起加班、一起吃饭的故事，甚至因为加班错过末班车，在酒吧一起通宵。他们聊得越来越兴奋，部长忍不住介入，他夺回了发言权，对记者说：“刚才的那些不要写进报道，那些会误解我们公司。”部长向记者澄清，公司的工作时间是合理的，他不想两个员工的过去影响人们对公司的看法，还批评了那两位员工，说现在都不提倡过度工作了，他们却还觉得值得自豪。但部长的话似乎没起作用，那天他们又加班到9点。阿伟想请小美去喝酒，好在小美记得自己已婚，所以拒绝了邀请。小美到家，看到部长留的晚饭，还交代了加热的时间。小美推开卧室门，发现部长已经睡了，其实他是装睡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脸见小美。自嘲4，10岁了还吃疯子。部长在被窝里生闷气，觉得自己今天太丢人。第二天，部长照常做便当给小美。吃午饭时，阿伟问小美有没有男朋友，小美含糊其辞说没有。阿伟提醒小美，他们曾约定，如果小美30岁未婚就嫁给他。小美现在29岁，阿伟说愿意提前1年履行约定。小美敷衍了过去，她很想告诉阿伟，她已经和部长在一起了，但因为公司规定，阿伟发现小美便当里有芹菜。另一边，部长享受着和小美虚拟共餐的乐趣。阿伟来交文件，注意到部长便当里也有芹菜，便当里的食物和小美的很像。阿伟猜出便当是部长做的，他提醒部长，小美不爱吃芹菜，说完就离开了。部长叫住阿伟，坦白说小美和他在一起了，还警告阿伟别再追求小美。但阿伟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觉得自己和部长一样是上班族，没有理由比自己更懂小美。另一方面，小美对部长做的芹菜肉卷犹豫不决，她会不会为了部长硬吞下不喜欢的芹菜呢？部长虽口硬心软，双腿却不自觉地发抖。阿伟仍旧不肯放弃挑战。这时候，帮部长买咖啡的下属回来了，阿伟只得停手，无奈地离开了办公室。部长喝了口咖啡，忍不住吐槽：“这是什么啊？
怎么这么甜？原来下属看部长一直皱眉，就擅自将黑咖啡换成了焦糖玛奇朵，希望用甜味来安慰他。下属赶紧帮部长擦拭桌面，路过的实习生看傻了眼，他误会部长和下属在搞办公室恋情。夜晚，部长终于迎来小美回家，他今天罕见的没有加班。部长立即查看小美的饭盒，想确认她是否吃掉了芹菜。一看到空饭盒，本想高兴，却发现饭盒已经洗净。部长不禁胡思乱想，是不是小美不吃芹菜，直接丢掉了，还是给了阿伟？部长因为自己的猜想而气愤，吓了小美一跳。晚餐时，部长认真询问小美便当里有没有不喜欢的食物，任何不喜欢的都要告诉她。小美思考了一下，确实不喜欢芹菜，但被部长卷在肉里后，发现出乎意料的美味，所以她没有对便当提出不满。部长却担心小美是在顾及她的感受，反复追问是否有不满。小美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不喜欢部长家的薄荷洗发水，她觉得用后太凉，但又考虑到部长可能喜欢，因此一直没提出来。部长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只是这个呀。部长宠爱地摸了摸小美的头，承诺以后会选一款两人都喜欢的洗发水。另一边，阿伟满心期待地去找小美一起走，却发现她早就离开了。阿伟感到很沮丧。现在才7点钟，部长和小美正在沙发上甜甜地挑选洗发水。部长心里暗自得意，嘿，情敌，看到没有，我和小美将会用同一款洗发水哦。两人正准备亲密，小美的手机却突然响个不停，是因为同事们还在加班，有很多工作需要和她沟通。部长不太理解，这和加班有什么不同？小美随即告诉部长，她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和阿伟一起去香根的温泉酒店，是为了给客户送样品，男女同行出差。部长感到很紧张，但在小美面前他又不能表现出来，他一脸闷闷不乐地回房间睡觉去了。小美躺在床上思考，和部长同居已经1周了，今天是不是该履行每周1次深入交流的约定？但他看了看部长，似乎他并不打算那样，内心感到失落。部长表面看似平静，心里却无比嫉妒，他对自己因嫉妒而行为失态感到懊恼。最初希望和小美同住，是为了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却因嫉妒而做出了让人尴尬的事。小美很快进入梦乡，部长凝视着她那可爱的睡脸，却听到小美梦话中喊出了阿伟的名字。这一幕让部长整夜都失眠了。第二天，他那红肿的眼睛就像兔子一样，看起来非常疲惫。小美带着行李出差去了，部长情不自禁地想象她泡温泉的模样，还有穿着浴衣的样子，不知不觉露出了痴迷的笑容。但他马上想到，这次小美是和阿伟一同出差，阿伟就这么不合时宜地闯进了他的幻想。在前往香根的路上，阿伟情不自禁地想向小美表白，他觉得这次出差之后，深切感受到小美在自己心中的分量。小美一听感觉不妙，急忙试图将关系拉回到共同工作的平台上，但阿伟仍旧表白说自己离不开小美。小美明白他的意图，赶紧提醒他要快点，不然约见客户要迟到了。这样巧妙地避免了这个尴尬话题的进一步发展。阿伟也就不再说下去了。部长在办公室坐立不安，连午饭也提不起胃口。这时，人事部的部长来找他聊天。原来人事部注意到小美最近的加班时间明显减少，他怀疑部长动了手脚，可能利用了某个系统漏洞来减少小美的加班记录。他提到公司曾经有位员工就是利用这样的漏洞，导致加班时间严重超标，结果身心俱疲。正当他们谈论时，小美和阿伟的上司递交了他们的带薪休假申请。原来是公司总裁安排他们在香根的酒店住一晚。人事部长认为男女同宿可能会引起其他员工的误会，但他们的上司表示，小美和阿伟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男女之情，他对两人完全放心。部长感到心房彻底崩溃，他坐不住了，走到天台想给小美打电话，但又觉得不太合适，犹豫不决地拿起手机又放下。与此同时，小美和阿伟在温泉酒店和客户愉快地交流。客户不小心将酒洒在小美衣服上，阿伟小声对小美说，接下来的事情他来处理，建议小美去周围走走，或者去泡温泉放松。而留在公司的部长现在连温泉这词都不想听，一听到就感到血压飙升。同事们都羡慕小美和阿伟能公费出游，部长却冷傲地回应说他不喜欢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不知不觉下班时间到了，部长电脑屏幕上全是关于温泉的字眼，正事儿还没做完。小美泡完温泉后觉得如果部长也在就好了，她打算发条消息给部长，但又想到部长可能会介意阿伟，她犹豫着不知如何跟他提起今晚要留宿的事。小美认为部长根本没必要在意阿伟，因为3年前阿伟就拒绝了她，那还是情人节的时候。小美鼓起勇气在加班时等阿伟，脸红心跳的送了他一包巧克力。结果第二天，那包巧克力被阿伟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只不过巧克力全被他吃光了。他还说收到的巧克力中，小美的最好吃。可是小美的情书却被留在包里没动。小美总觉得阿伟那时候是在婉拒她。这会儿阿伟突然发消息说要来她房间，小美心里一阵慌张，她还没反应过来拒绝，
阿伟已经踏步靠近她的房门。小美清楚阿伟打的什么主意，毕竟一路上他不断表白，尽管小美明确说了不行，阿伟还是不死心。于是小美在阿伟提出想进她房间之前，拉着阿伟赶紧跑到庭院。阿伟以为小美是想找各有情调的地方说话，就夸她穿浴衣很性感。小美直接回应：啊，真的吗？我觉得不是啊，你是不是喝多了？我们今天就早点休息吧。说完，她叫阿伟回房，自己也打算离开。没想到阿伟突然抓住了她，恳求她不要躲避。阿伟心想，这可能是唯一追到小美的机会。他紧紧拥抱小美，却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薄荷香。阿伟立刻松开手，他不明白小美为何会选择部长，为何不等他。3年前小美写的情书，阿伟其实是看过的。小美误以为阿伟把信退回是在婉拒他，他以为阿伟不接受他的感情。阿伟解释说，那是因为公司正在查办公室恋情，他怕被同事们发现，觉得有风险。小美心想，要是换做他不会怕这个。阿伟很惊讶，小美竟然会为了爱情那么勇敢。他们之前曾有约定，如果30岁前都单身，就在一起。阿伟真的相信这个约定，他担心和小美恋爱会破坏彼此的友情，但他确实对小美有感觉。阿伟指出，小美和其他异性出差，部长对此毫无所知，说这份感情也没那么重要吗？小美正要解释，部长出现了。部长提醒小美，明天要她负责垃圾分类。说完就要走，因为明天小美休假，部长还得上班。阿伟心里挣扎，但还是叫住了部长，让小美去整理行李，其他的由他来说。小美听话的跟部长回去。部长一离开温泉酒店，就怒气冲冲坐在路边，责怪小美不够重视。小美不太明白部长到底是什么意思，部长又不忍心多说，突然倒在小美怀里装娇说困了。小美很高兴部长特地来接她，只不过下一班公交要2小时后，但部长已经在她怀里睡着了。第二天小美醒来，发现部长帮她处理了垃圾，还准备了早餐，留了个条子说，既然今天能带薪休假，就好好休息一下吧。部长昨天听阿伟说，今天对小美很重要，是个意义特别的日子，然后碰见了以前的手下阿金，俩人一起坐下来回忆过去。阿金现在是个全职爸爸，他老婆在出版社工作的没日没夜，所以他决定在家照顾孩子。现在他们第2个宝宝也快出生了，阿金有点担心，怕自己照顾不好俩孩子。部长真心的跟阿金道歉，还确认了他的实力。7年前的阿金经常会陪部长一起熬夜加班，只要部长不走他也不走。他的垃圾桶里全是喝完的能量饮料瓶，因为几天没好好休息，结果累垮了。部长很内疚，7年前他多次本应劝阿金别那么卖力工作。另一边好不容易请到带薪假的小美和阿伟，结果俩人都没约好，却都跑来公司报道了。部长今天先遇到阿金，又看到小美不休假来上班，他找人事部长聊了聊，说他对人事管理有建议，但具体啥建议还没说。小美今天得加班，他发短信告诉了部长，部长回复说等他一起吃晚饭，不管多晚都会等。小美想到有人等他，赶紧吃了块能量棒，然后状态全开，工作迅速完成。小美一回头，发现只有阿伟还在。阿伟是故意等他的，他为在温泉旅馆的行为向他道歉，他们俩又找回了轻松愉快的感觉。阿伟瞥了眼日历，心里有点不服气，但他明白小美现在心里想的是部长，他暂时只能退一步。小美一回家，发现屋里一片黑，以为部长已经睡了，谁知道下一秒灯突然亮了，部长举着小礼炮出现在小美面前。原来今天是小美的生日，小美超级惊喜，她问部长怎么知道她生日，原来不只是阿伟昨天告诉了部长，小美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也写着她的生日，是3月2日的双鱼座。部长对小美说，以后每个生日都会陪着她，毕竟她是她的男朋友嘛。小美觉得自己真是太幸福了，部长做了满满一桌的美食，还亲自做了蛋糕。小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过生日了，这个生日对她来说宛如梦境，绝对是她29年来最好的生日。小美握着部长特地给她买的杯子，感慨万千，每次一摸这杯子就感觉到家的温馨。小美还沉浸在幸福中，部长却突然说想结束同居生活。小美愣住了，部长很是歉意地告诉她，他现在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第2天小美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自己的小公寓里，这不是梦，她真的回到了小公寓。小美开始思索部长厌倦她的原因，觉得自己对部长也没做什么，现在被嫌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工作上却传来了好消息，部长推荐她给了部门领导，领导综合考虑后决定提拔小美为经理，从此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部门的便利贴女孩。小美终于明白了，当上经理就不必再干那些助理的活。她心里疑惑，人事部长解释说，经理要擅长高效地指挥团队完成任务，需要跟员工沟通，还得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所以经理不应该再做那些琐碎的基础工作。人事部长期待小美能快速从助理的身份切换到经理的角色，我相信你能行。小美主动向同事们询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同事们都说没问题，自己能搞定。
小美就这么闲坐了一整天，直到下班领导才叫住了她。小美心里挺兴奋，以为终于有事情要做了，结果领导说没事就早点回家吧。小美只能无奈的回家。回到家后，她奖励自己吃了甜点，庆祝自己忙碌的一天。但吃着吃着就开始自责，觉得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做。这时阿伟约她出去喝酒，她喝多了就开始吐露心声。阿伟还嘲笑她以前喝酒就哭，问她怎么现在变得这么 emo。接着小美想到了部长，就明明的伤心起来。她害怕自己真的挽回不了部长的心。阿伟这才明白他们俩快要分手了。阿伟直接问小美能不能考虑重新选择他。小美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坦白说她心里只有部长，因为部长接受了真实的她，包容了她做社畜的生活，一直在背后支持她。但现在小美不能再当社畜了，还面临和部长的分手，她感到最真实的2样东西都要失去了。阿伟劝她，既然升了经理就应该好好努力，但小美觉得自己当经理什么都做不来。阿伟听了也火了，问她为什么总觉得自己没用。他引导小美去思考，为什么公司会提拔她，公司看重她在哪些方面的能力。小美陷入了深思，作为经理我能做些什么呢？部门的同事开始抱怨，只有小美不需要加班，但还是有人理解。以前小美一个人的工作量，现在需要3个人来完成，大家都感慨小美以前真是挺能干的。这时候小美告诉大家她会让他们按时下班。同事们不解，但你不能帮我们做工作呀。小美回答，我会为大家制定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所有的助理工作先交给我，我来分配给大家。她还对销售员提出了要求，需要当天完成的工作请在下午4点前交给我，超过这个时间的工作就按照第2天完成处理。有销售员表示不满，客户那边会有紧急情况。小美毫不动摇，她直面反对，销售员应该能处理客户的紧急状况，这是你们的工作。小美说完，包括领导在内的大家都对她刮目相看。有了小美的计划，工作效率明显提高，需要加班的时间也在减少。几周后，大家都能在下班时间前完成工作，大家都很感激小美的计划，小美也感谢大家的合作。下班以后，有的人去看演唱会，有的人和朋友去吃饭，有的人和恋人约会，只有小美不知道下班后该做什么。其他同事都离开后，人事部长找到小美谈话，但小美还是有些担心，因为工作量没减，大家也不用加班了，工作都是按时完成的，这样一来大家就少了加班费这部分收入。因此小美向部长提出给助理们加薪。部长听后认真地说会向上级汇报，这才符合新时代工作改革的潮流吗？而且他没想到小美能这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经理，对小美的才干十分赞赏。正在这个时候，小美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提拔是部长推荐的。人事部长之前是有些顾虑的，担心如果小美成了经理，其他的助理会不会也变得过于投入工作。但部长坚信小美肯定能成为一个好经理，因为她天生就适合这份工作。如果是为了公司，她肯定会尽职尽责，只需要让她的角色有所转变，销售部的氛围也会随之改变。于是2位部长决定在小美身上试一试。幸运的是，一切都如部长所预期。接着小美提出了她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曾经的销售部王牌会调到总务部，变成了一个准时下班的人？人事部长也是最近才知道真相，原来部长是为了小美考虑才申请调动的。在小美加入公司前，部长手下有一个同样愿意为公司全力以赴的员工，可是因为一直跟着加班，结果累垮了，最终不得不离开了职场。刚开始的时候，小美刚来公司时，部长非常小心，总是催着小美按时下班。但慢慢的，部长被小美的热情所感染，开始享受和她一起加班的时光。等到部长意识到的时候，小美已经累到把2包泡面的调料都倒在一碗里了。部长感到非常愧疚，于是决定离开销售部。听完这些，小美告别了人事部长，往部长家赶去。一路上，往事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部长家门口时，就在那一刻，小美的手机收到了政府的紧急通知，提醒大家不要随意外出，有一种不明传染病正在扩散。小美犹豫了，她是该进部长家还是回自己家呢？与此同时，部长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他本能地担心起小美的安全。好心的邻居注意到了在门外徘徊的小美，邻居怕小美乱走，赶紧出来询问小美在找谁。这时部长听到声音出来，安抚了激动的小美。小美对部长坦白，她得知部长之前调到总务部全是为了她，原以为小美会因此感动，没想到小美反而说她讨厌部长，并且指责部长自作主张，什么都没跟自己说清楚。围观的邻居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情况？小美继续指责部长，说他擅作决定，自己还没有脆弱到轻易就会垮掉。旁观的邻居打断了小美，不如先听听部长怎么说。部长终于有机会解释，部长真诚地向小美道歉，他也意识到当初应该跟小美好好解释。然后部长给了小美一个紧紧的拥抱。吃瓜邻居被喂了一把狗粮，这下宵夜不用吃了，邻居满意的解决了2人的误会后回家了。在那之后的半年里，小美和部长开始了远距离恋爱。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
他们只能通过视频聊天。他们会一起在屏幕前吃午餐。不会做饭的小美开始尝试自己做便当，她的厨艺也有了很大提升，甚至连不爱吃的芹菜也按照部长的方法做成了芹菜肉卷。部长看着小美好好吃饭，感到很欣慰。但长期远距离让部长想要两人再次同住。他认为现在他们俩可以很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但小美脑补了一下，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忍不住会想要瑟瑟，吃着午饭就趴在地板上亲亲什么的，实在是太羞涩了。因此小美还是拒绝了部长的提议。她不太信任自己的自制力。部长无奈表示他也是。小美很遗憾之前没能和部长一起去露营。部长安慰她说等疫情稳定后一定会一起去露营。接着两人对着屏幕傻笑。因此小美觉得在家办公也挺不错，可以这样和部长一起共进午餐。然而和其他同事交流时，小美就头疼了。他们总在担心什么时候能再举办演唱会，还有什么时候能和男朋友约会。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小美这样全身心投入工作，对他们来说工作只占生活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为了谋生，他们根本就不想工作。小美听了直呆，竟然有人这样看不起工作。她那晚就和阿伟抱怨，尽管阿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看法，但对他而言销售是他的职业生涯。疫情让他无法外出推销，这让他很是苦恼。他非常怀念以前大家一起忙碌的日子。小美相信那样的日子迟早会回来。她建议阿伟和他一起在家锻炼。阿伟被他的话激励了，立刻开始做深蹲。部长也在家自己锻炼，他的目标是练出能够打动小美的腹肌。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半年，大家终于回归了正常的日常，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终于可以去看心仪的演唱会了，也可以和男朋友自由约会了，生活又重新充满了希望。但这份高兴只是短暂的。公司的仓库里积压了很多库存，受疫情影响，酒店旅游业遭受重创，因而公司销售的相关产品也陷入了滞销。销售部门尽力开拓销路，营业部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但部长依旧保持准时下班。小美和部长只能在下班后稍事交流。小美忙于手头的工作，聊了几句就得挂断电话。小美常在能量饮料旁边睡着，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吵醒。然而最大的连锁酒店宣布破产，小美的公司也受到波及，需要紧缩业务进行人员调整，也就是公司将要开始裁员。公司内部人心惶惶，即便一向镇定的部长也开始担忧起来。部长平时对下属总是和颜悦色，这一次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让部长忍不住严厉的批评了，责怪他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以后怎么办？话一出口，部长就感到后悔。冷静下来，他还是耐心的再次向下属解释了一遍。他心里也是急切的，不希望自己欣赏的同事被裁掉。大家都在为保住公司而努力，因为他们既爱这个公司也爱他们的同事。部长找到了人事部的领导寻求帮助。那天晚上，小美心情沉重的给部长打了个电话。她感慨那些倒闭的酒店，也担心公司的未来，思考那些曾经合作的客户们的未来，自己的公司该如何渡过难关。小美非常着急，她也想为公司出力，但她不知道自己能为公司做些什么。小美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感到非常沮丧。部长安慰小美，告诉她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转到总务部后，部长才明白，一个公司需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守护，而不是靠一个人扛下所有。所以他告诉小美要多依赖团队，要相信身边的人。小美感动了，部长让她拉开窗帘，一起欣赏美丽的满月。他们共同仰望月亮。部长对小美说，明天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就在那一刻，部长突然告诉小美，月亮很美，就是我爱你。这意外的告白反倒让小美觉得饿了，真是个爱吃的人啊。通话结束后，部长只能对着月亮重复那句浪漫的话。第二天，营业部的领导宣布，由于业绩不佳，部门必须进行改革调整。人事部领导也严肃地宣布，营业部将进行人员调整。当大家都在猜测会有谁被裁时，部长带着营业部的工牌，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他自告奋勇调回到了营业部，从此部长也是营业部的一份子。小美震惊地站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小美兴奋地说，我又可以和部长一起在销售部工作了。部长在台上阐述发展战略，而小美在台下暗送秋波。部长首要任务是争取一个大型连锁酒店的合作，他选定的陪同销售员竟是阿伟。第二天，两人在酒店门口会合。阿伟直截了当地询问部长是不是为了小美才回销售部。部长回答说，就算是又如何？但他随后解释，他回来是因为销售工作对他很有价值，他觉得销售职位对他意义重大，并且他渴望守护这家公司。小美在公司里担心两人相处会出问题，她忍不住想象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的场景。紧接着，小美接到了阿伟的电话，他们谈判成功了，部门随即举办了庆功宴，大家都称赞部长是销售部的翘楚。出乎意料的是，部长却将功劳归于阿伟。他说阿伟的谈判技巧非常有感染力，并且他对公司的产品充满自信和自豪，这也表明他极其信任生产产品的同事们，能够完全信任并肩作战的同事，对于销售人员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部长的这番发自肺腑的赞扬
差点让阿伟当众落泪。大家一起起哄，帮阿伟掩盖尴尬。小美和部长也偷偷交换了一个甜蜜的眼神，因为部长成功谈成了那个大型酒店的合作，这笔生意让公司起死回生。接下来，部长计划将公司的酒店用品通过网络销售给个人客户，他想把这个项目交给小美负责。小美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选我？部长告诉他，因为他曾说过，如果这些优质产品能服务于普通家庭就更好了。小美想了想，他确实在几年前这么说过，使用公司的产品可以让人在家感受旅游的乐趣。小美的愿望是希望在旅游场合之外也能使用公司的产品。小美感到十分惊喜，原来部长竟然记得她的那句话。面对疫情，部长突发奇想，想通过网络销售让无法出门的人也能享用到公司的产品，因此部长打算让小美领导销售助理团队，成立 EC 事业部。小美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部长唯一的要求是不加班，保证准时下班。小美迅速和其他销售助理一起策划方案，他们参考了自己常去的购物网站，一个下午就搞定了网店界面。网店预计下周正式上线，主打的主题是在家享受旅行的感觉。同事们对他们的网页设计赞赏有加。正当大家沉醉于网站设计成功的喜悦中，一位同事突然想起，他忘记了今天下午2点前去领取网售的样品。小美立刻去仓库取回了样品。等等，为什么要跑去拿呢？别在意这些细节，不奔跑的日剧不叫日剧。网店一上线，销售额迅速破了300万日元。销售部长亲自来表扬小美领导的团队。实习生原以为工作无非是为了混日子，但在这个项目中，他首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得到了采纳。他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使用他们产品的客户，他开始觉得工作其实挺有意思的。见到小美得到团队的认可，部长和阿伟也很高兴。晚上，小美和阿伟一起去喝酒庆祝。阿伟半开玩笑地说他有些不服，原本小美和他都是同一战线的打工人，现在小美的风格却越来越与他不同。小美也夸阿伟是销售部的佼佼者。在酒意朦胧中，阿伟感慨，部长说的果然没错。小美不解其意，原来阿伟曾在和部长谈合作时谈及过小美，讨论了为何小美会变成一个工作狂。阿伟认为小美对自己缺乏自信，因此倍加努力，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哪怕牺牲健康，逼自己到极限。部长却有不同看法。听闻此言，小美立刻去找部长。阿伟看着自己心仪的女孩被推向别人，不由得自嘲，我真是个好男人。小美又开始奔跑，那些美好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小美终于追上了部长，部长正巧要去便利店买点心。小美再次询问部长对她过于工作狂的看法。听后，小美感动得泪水盈眶，她太懂我了。部长接着认真地劝告小美，其实不必过度逼迫自己，也能够成长。工作外的时间也要适当放松，这一点极其关键。为了能够持续工作，给自己留点空间是必须的。部长温柔地将小美拥入怀里，他们在街头甜蜜的接吻。几个月后，部长任务结束，即将离开销售部返回总务部，大家都不舍得跟他告别。阿伟说还有很多东西想从他那里学。部长回应说，随时欢迎你来找我，我会随时指导你。紧接着，部长当众宣布他和小美即将结婚，现场一时安静下来。小美以为是因为突然公布吓到了大家，同事们却说他们早就知道这对的事情了。随后大家纷纷祝福。不久后，小美和部长去野营，小美在部长搭建的帐篷中醒来，他们一起在花鸟环绕的森林中享用早餐。现在的小美已经能够淡定地吃下芹菜了。小美心里想着，是部长拓宽了她的视野，这样总是准时下班的部长与曾经的工作狂小美结束了他们焦虑的恋情，迎来了事业与爱情双丰收的幸福结局。